看着手中的孕检单，我心情有些复杂。我和孟谦一直都有做错事，在我们原本的计划中，怀孕应该是过几年再考虑的事情。不过这个孩子既然来了，想必缘分到了。我调整好心情，去了孟谦经营的茶室。茶室还未开始营业，我没惊动人，来到他的办公室。门没关好，办公室里除了他之外，还有他的堂哥孟言。我正要推门进入，却从堂哥口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。蒋棠和苏月那边有消息了，照片发到了你的邮箱。我的手僵在半空，头脑一片发懵。蒋棠，这个曾经很熟悉，如今已经有些陌生的名字。堂哥怎么会知道他？一种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。屋内，孟谦在看着手机，声音冰冷。我不会放过这对狗男女。孟言叹气，问道：那芈月怎么办？听到我的名字，孟谦轻嗤一声。蒋棠抢走我的妻子，礼尚往来，我自然要抢走他的未婚妻。我已经做了手脚，她很快就会怀孕。他给我戴绿帽子，我就让他未婚妻怀上我的孩子。孟言不解地问：你真要娶她？娶她？怎么可能？蒋棠不要的女人，我更不会要。蒋棠就是5年前抛弃我的未婚夫。原来我只是他报复妻子和蒋棠的工具。一阵头晕目眩袭来，我强撑着离开，脑海不断回忆着孟谦和堂哥的对话，不得不回忆起5年前的事。蒋棠，那个让我差点从天台一跃而下的男人。我和蒋棠青梅竹马，但我们的性格却完全相反。我安静，他跳脱；我心思细腻，他大大咧咧。我们异常的互补。蒋棠说他这辈子都没办法离开我，我是他最爱的人。我们考入同一所大学，又一起读研，在陌生的城市相互扶持。最后，我们回到家乡南城工作。南城虽然是个小城市，却温馨又慢节奏，很宜居。工作稳定后，我和蒋棠的感情也稳定下来，结婚被提上日程。我以为我和蒋棠会这么安安稳稳的幸福一辈子，可婚礼当天，他却留下一段录像逃婚了。他说他没办法欺骗他自己，他对我没有爱，只有兄妹之情。他说在读研时遇到了真命天女。他说他努力过了，他真的没办法放弃那个女孩，也没办法和我步入婚姻。他说对不起，他要选择幸福。录像只有短短的1分钟，他就这么简短的交代完，否定了我们10几年的情分，然后彻底消失。如同笑话一般的我，穿着婚纱站在婚礼现场，承受所有亲朋好友的目光。小城市有好，也有不好。八卦讯息传播得快，几乎人人都沾亲带故，有点什么事能讨论很多年，就是他最大的缺点。一时间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的未婚夫在婚礼现场逃婚，我被当众抛弃。他们或可怜，或嘲讽，或看热闹的视线，让我几乎承受不住。就连我的父母都因为被人说3道4感到丢脸，而进了医院。可我强行打起精神，去医院伺候他们时，却听到临床病友讨论的，依旧是我那场备受瞩目的婚礼。父母也因此埋怨我，怪我害他们丢人，不让我出门。我再也承受不住那些指指点点，万念俱灰之下，我走上天台。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了孟谦，他3言2语巧妙化解了我的冲动，将我带到医院小花园。看着跑跑跳跳的孩子和艰难求生的病人，他如春风般和煦的话语慢慢开解了我。后来我知道他不是本地人，来医院是探望朋友。我们慢慢变熟悉。得知我想离开南城时，他是唯一一个对我表示支持的人。后来我重新回到读大学的城市，孟谦的工作也在这里。孟谦不是个会花言巧语的人，他甚至有些古板，就像他开的店是茶室，很古典。他的一生都很循规蹈矩，按部就班，和曾经的我一样。和喜欢刺激冒险的蒋棠很不一样。他用了5年，走进了我已经封闭的心。他向我求婚时，我是真的以为自己再次拥有了爱，可一切都只是骗局。我不过是他报复前妻和蒋棠的工具，就连孩子也是他报复的一环。我跌跌撞撞地回到家，将自己关在房间。手机提示音响起，是孟谦发来的信息：老婆，今日分报备，我和堂哥在饭店吃饭。照片是他和孟言在一家私房菜的合照。被未婚夫当众逃婚，孟谦知道我一直没有安全感，所以自发地给我定时报备。他保证只要我找他，就一定能找得到。即便我说没必要，他也坚持。当初的我有多么感动，如今就有多么恶心。沉默许久，我最终还是回复了一个表情包。
如果我一直不回复，恐怕他会打来电话。我如今的情绪还没办法和他正常说话，而敏感细腻的他一定能听出我的不对劲。看着手机，我忽然起身朝着书房走去。这是孟谦的办公区域。我打开他的电脑，为了让我放下戒心，他几乎对我毫不设防，一切都向我敞开。我顺利输入开机密码开机，又登录他的邮箱，然后我就看到了孟妍发给他的照片。照片里，蒋棠和一个女孩笑得很灿烂，每一张都标注了日期和地点。他们在海边，他们在沙漠，他们在北极。这5年，他们那样的鲜活，那样的无忧无虑，和5年前如同行尸走肉的我形成鲜明对比。我攥紧拳头，紧接着我又看到这些年孟谦和堂哥等人的邮件往来。原来当年孟谦和苏月也是青梅竹马，他们家世相当，大学毕业就已经订婚。可在读研期间，苏月遇到了蒋棠，两个性格相似的人瞬间天雷勾地火，爱到不可自拔。可他们却不敢同彼此的恋人坦白。苏月和孟谦是家族联姻，他承受不住那个后果。蒋棠和我彼此的父母是几十年的好友，他不敢成为那个破坏两家关系的人，他们都不敢变成那个罪人。于是他们一边放纵，一边小心翼翼地隐瞒，直到我和蒋棠回到南城，他们才断联。我和蒋棠筹备结婚，苏月和孟谦登记结婚。可后来他们忍不住了，于是蒋棠在婚礼当天抛下我，和苏月私奔。等眼泪几乎快要流干，我才颓然地起身，麻木地将一切痕迹全都删除后，我离开书房。我以为我的心已经释怀，可此时恨意却再次将它填满。我恨毁了我幸福的蒋棠和苏月，也恨为了报复而选择伤害我的孟谦。他们所有人，我全都恨。拿起手机，我拨打了私人医院的电话，帮我预约明天的流产。既然这个孩子都是孟谦算计来的，既然他也只是工具，那他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。我不会给男人第二次伤害我的机会。如果我的忍气吞声和宽容并不能让这群人放过我，那就一起下地狱吧。想到这里，我又拨通一个电话，麻烦帮我查一下，芈月，今天去医院检查结果怎么样？晚上，孟谦下班后将我拥在怀里，关心地问道。昨天我说最近总是头晕，所以想去医院检查，没想到却检查出了怀孕。此时我自然不会再告诉他，平白给他一个伤害作践我的机会。我僵硬着从他怀里绕出来，揉了揉头，没事，就是最近休息不好，医生让我多休息。那就好，对不起，我今天应该陪你一起。孟谦深情地望着我，帮我按摩着头，一副愧疚不已的样子。我强忍着恶心，和他虚与委蛇几句，就借口头疼先去睡觉。第二天，孟谦去查室后，我独自去了医院，一切的流程都很顺利。等我脸色苍白地离开私立医院时，已经和那个孩子彻底说了再见。我一只手轻轻放在小腹，宝宝，不要怪妈妈，被仇恨被算计得来的你，即便生下来也不会被祝福。去个好人家吧，去一个爱你疼你的父母那里。孟家的生意颇有规模，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。平时孟谦鲜少提起家里，我只在饭店匆匆见过他的父母一面而已。他说他的父母从小就是这样，忙于工作顾不上家里，所以他很渴望婚姻，渴望温暖。他承诺他会当一个好丈夫、好父亲，永远的爱我。我信了他的鬼话。此时我的脑子里莫名想起某位大师曾说过的话，一个女人如果相信我爱你这种话，不必看你八字，你这辈子一定离婚3次。果然，怪我太傻，竟真的信了他。如今想来，孟谦不肯将我带回家，是怕我发现他曾经结过婚，也怕人多嘴杂说漏吧。从前我心疼他，所以不提去他家中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如果我想让他们付出代价，就必须见一见他们。我借着头疼在家休息了1个月后，提出要见孟谦的家里人。孟谦很诧异，我也很委屈。我同事说都快要结婚了，新媳妇连男方家里都没去过，肯定是男方父母对新媳妇不满意。孟谦立刻解释他的父母没有这个意思。我不说相不相信，只垂着头默默流泪。终于，孟谦妥协了。我知道他一定会同意，因为他的报复计划还没完成，他不会将我惹怒。他吻掉我脸上的泪痕，而我只有死死掐着手心，才没有当场吐出来。孟谦家里的餐桌上，孟谦父母神色略显怪异，似乎欲言又止，但最终还是沉默下来。
我无视他们的别扭，专心的吃饭。孟谦则在一旁帮我剥虾、盛汤，时刻注意我的一切，一副标准的好丈夫形象。有的时候我都会疑惑，一个人真的能伪装得这么像吗？真的值得吗？为了报复苏月和蒋棠，牺牲他自己，对我百依百顺，予取予求。我生病的时候，他彻夜不眠地照顾我；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他连夜买机票带我去海边放烟花。无论我什么样的小脾气，他全都包容，不分对错，全都揽到他自己身上。他会精心准备我爱的食物，为我学习新的菜品，也会为我在花盆里种下草莓，明知可能无法结果，还是陪着我胡闹，弄一身泥巴。这5年，他几乎和我形影不离，付出大量时间和金钱，只为了伤害我，报复他们。我第一次觉得孟谦这个人有些偏执，但无论如何都不会影响到我的计划。饭后，即便孟家父母暗示，我也没有急着走。我想看看你长大的地方，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？我看着孟谦说道。孟谦无法拒绝，只能带着我回他的卧室。我在书架上看到一本照片册，伸手取了下来，里面是孟谦小时候的照片。我一页一页地看着，孟谦时不时给我介绍照片的情景。末了，他忽然笑了一下。过段时间婚纱照就能寄过来，到时候我们坐在我们的新家，一起慢慢看，这画面想一想就觉得幸福。他缓声说着，眼中的柔情不似作假。我的心底却凉成一片。我忽然想到当初我们拍婚纱照的事情，那个时候的我莫名有些愧疚，因为我已经穿过一次婚纱了，也经历了一次拍摄婚纱照的流程。可孟谦没有经历过，他肯定怀着期待又激动的心情，所以我总是畏畏缩缩，不敢表示出一丝熟悉或者不耐烦，生怕扰了孟谦的兴致。我记得那时的孟谦脸色似乎也一般，我以为他是在乎我曾经经历过这一切，所以小心眼的极度。我一直小心讨好，如今想来，他怕是在回忆和苏月的那次婚礼过程吧。那时的我真傻，他明明看出我的窘迫和愧疚，却没有一丝心虚的照单全收，心安理得的看我讨好他。我没有回复孟谦，起身将相册放回书架，对他道：“我想吃葡萄。”好，我去洗。他宠溺地吻了吻我的额头，离开房间。从孟家离开的时候已经很晚，回去的路上，孟谦忽然问：“要不要回南城看一看？”我看向他，眸子晦暗不明。我不知道他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，但我不自觉就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。当初我决定和孟谦结婚后，给父母打去电话，但父母的态度却很伤我的心。虽然他们支持我在寻真爱，却并不希望我再次举行婚礼，因为他们觉得丢人。他们怕被老家的亲朋好友知道我又结婚，会再次回忆起之前我被逃婚的事。这几年好不容易才没人提起，他们不想再被议论，所以他们觉得我该低调，不要再想着什么婚礼之类的事，必须一切从简。而且他们不准我将结婚的事告诉亲戚，他们想再等个7、8年，等大家真的渐渐淡忘后再告诉大家。其实这5年来我一次家都没回过。最开始是我不想再面对老家熟悉的人和物，后来我觉得自己已经放下过去，想回去面对一切的时候，父母却隐晦的让我不要回去，因为他们不想再次因为我让他们被指指点点。我的父母从来都是将面子看得大过天，小的时候只要我有一次考试不好，他们就会将我打一顿，不是担心我未来考不上大学，而是我考不好会让他们丢人。我只有不断的让自己优秀，他们觉得面上有光，可以用我来炫耀，才会爱我。而当我给他们丢人了，即便我是被伤害的那个，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将我抛弃。那次之后，我和家里的关系就淡了很多。再后来就是我决定结婚，本想缓和一下关系，没想到迎来的却是新一轮的打击。我彻底失望。孟谦提议回南城这件事，如果我不知道他背后那些局语和龌龊，我会以为他只是单纯不想看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，试图做出补救而已。可如今我知道了，我忍不住用最恶意的念头去揣测，他是不是故意想要刺激我？看到我被父母嫌弃，被老家的人嘲讽，他是不是会更有报复的快感？我不愿再去想，只是冷下脸来拒绝。他见我如此，只以为我是想起了父母的冷漠，便也没再多说。我一直都知道孟谦不只负责那一处茶室，他父母的公司很大，他也经常回去帮忙。毕竟他是唯一的孩子，总归要继承家业。
那日我去孟家的公司找他，却见到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人。苏月，她和照片上简直一模一样，那样的明媚，无忧无虑。她的身边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，只见他撒娇一般的对他道：“爸，放心啦，孟谦从前那么爱我，就算我对不起他，看在之前的情分上，他总归不会太生气。”男人却没有那么乐观。孟谦这次动了真格，一连毁了我们好几个项目，害我们损失了几千万。苏月像是吓了一跳，但还是安慰自己，可能孟谦只是赌气吧。我想他这样做只是逼我回来而已，我现在不是也回来了吗？你呀，从前我和你妈就是太惯着你，私奔这样的事你竟然也能干得出来。我也不想嘛，可爱情怎么能够抵挡得住呢？我站在不远处，听着父女二人的话，忍不住的冷笑。以爱之名，就能肆意的伤害其他人了吗？呵，我转身离开。我故意又等了1个小时，才重新回到孟家的公司。当通过前台指引来到孟谦的办公室时，他的表情有一些慌张。我知道他才忙不迭地将苏家妇女送走，他怕我碰到。虽然在他看来我并不认识苏月，但谨慎如他，肯定会避免意外发生。他稳下情绪，将我牵到沙发坐下。怎么突然过来了？怕我突击查岗？我似真似假的问话，让他脸色忍不住发白了一瞬。呵，心理素质怎么这么差？不等他说话，我先转移话题。我饿了，去吃饭吗？好。躺在床上，我想着白天遇到苏月的事。看起来孟谦成功逼得他和蒋棠都回来了。这段时间我也调查过苏家的公司，确实出了一些问题，就是不知道孟谦是真如苏月所说，只是单纯将人逼回来，心中仍旧有爱，轻拿轻放，还是想着人回来才能精准打击报复。如果他真的要动手报复的话，倒省了我的事，那我的计划也可以暂缓，不必脏了自己的手。正想着，孟谦从浴室出来，床的另一边塌陷下一些，我能感受到一阵水雾气靠过来，他将我环住，他的身上还有我最喜欢的沐浴露的味道。我很清楚他想做什么，我闭了闭眼，制止了他的动作。我们快要结婚了，按理是不能再有什么亲密，如果你忍不住，那我就先搬出去住。孟谦愣了一下，最后无奈地笑了。确实，他好像在哪里听过类似的说法。不要搬出去，这点小考验我还是能忍得住的。他在我额头吻了吻，说了一声晚安，就重新将我搂进怀。这个城市很大，也同样很小。比如我竟然就这么在街上遇到了蒋棠，他和苏月手牵着手，看到我的一瞬间，他下意识抽回手，将苏月甩开。苏月吓了一跳，顺着他的视线看到了我，他脸色有些不愉，但还是忍下，重新捞过蒋棠的手。蒋棠的脸色很尴尬，但毕竟遇见了，总不能再当作没看见。他慢慢朝我走近，还未开口，我便一巴掌打到他的脸上。啊！苏月尖叫一声，我面无表情，在蒋棠愣怔的瞬间，又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。我用足了力气，以至于打完后手心发麻。你怎么能打人？苏月想要上前一步要说法，我冷声对他道：滚开，不然我连你一起打。你……苏月看起来有些怕了，蒋棠也缓过神来，将他护在身后。芈月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你要打就打我，不要怪苏月。如此道貌岸然的话，我自然不会惯着，所以又一巴掌打过去。苏月再也看不下去。芈月，你真的够了，就算是我们对不起你，打一巴掌就行了吧，非要把曾经的情分都打光吗？你知不知道，蒋棠这些年一直都很愧疚，觉得对不起你。他还说你是个好姑娘，结果你就是这么对他的。呵，难道我还要感谢他吗？简直是鳄鱼的眼泪。我无视周围围观的路人，冷漠地解释，他当年在婚礼上逃婚，和你私奔，让我独自承受流言蜚语，我今天就是打死他，都是他欠我的。我话落，周围一片哗然，纷纷对着他们二人指指点点。苏月第一次被人这样当面讥讽，忍不住解释，真爱无罪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他根本不爱你，如果勉强和你结婚也不会幸福。但他的话只让周围人更加群情激昂。我看着蒋棠，如果你当面告诉我你爱上了别人，我勉强算你敢做敢当。可你呢？你这个懦夫不敢面对，选择一走了之。你有想过我要面对什么吗？看到他脸色难看，我忍不住嗤笑。这就受不了了？
你知道你父母这些年遭受了多少讽刺和谩骂吗？他猛地抬头，脸色悔恨、难过、羞愧多种神色来回变换。我不再理会被围攻的他们，转身离开。孟谦今天下班格外早，看到我在阳台摆弄花花草草时，才长舒一口气。他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的情绪，面露担忧，酝酿许久才问道：“你遇到蒋棠了？”我在街边打蒋棠的事被好事的人偷拍传到网上，引起了很大的舆论。孟谦知道很正常，他们二人的信息都被扒出来，挨了许多的骂，但热搜很快被撤下。我知道，大概是孟谦干的，他怕网友越拔越细，最后将他自己牵扯进来，让人知道他是苏月的前夫。我也不在乎，反正那两人已经社会性死亡了。我点头，没什么特别情绪。他从身后拥着我，没事了，他不会有机会再伤害到你。我笑，不只是他们，你也不会再有伤害我的机会。我时刻观察着苏家的动向，自然发现苏家的公司每况愈下，看来孟谦是真打算对他们动手。很快，新闻里就传来苏家即将破产的新闻。那日，我和孟谦去看婚礼酒店现场的布置时，苏月不知道从哪里突然跑到我们面前。孟谦，你好狠的心，竟然对我们家下死手。当他看到我的瞬间，表情一下子呆住。你们，原来他们说的你的未婚妻就是芈月。孟谦如临大敌，瞬间将我护到身后，让安保将苏月控制住拖出去。苏月哪里肯，他疯狂尖叫着。孟谦，我不过就是和蒋棠私奔，你就要我们全家的命吗？你忘了我们曾经是多么相爱，你对我多么好吗？我们到底夫妻一场。眼见着他要被拖走，孟谦依旧没有心软，他终于害怕了，开始求饶。我错了，我不跑了，我回来还不行吗？你和蒋棠的未婚妻在一起，不就是想气我吗？我和蒋棠分手，我们好好过好不好？但最终他还是被拉走了。我看着他被狼狈的带走，一点身影都看不见，才重新看向孟谦。此时的他慌得厉害，一张脸惨白，他喘着粗气，嘴巴张张合合，想要说什么，但却说不出来的样子。他看起来吓坏了，半天只说出一句：“你听我解释，月月，不是他说的那样。”我的回应是一巴掌。他的头歪向一边，沉默许久，终于又开口：“你打我吧，只要你别生气，我都可以解释。你先听我解释好不好？然后你再随便打。”他想要握住我的手，但被我躲开。孟谦的表情看起来很受伤，甚至他的眼底猩红一片，看起来是那样的可怜，好像被骗的人是他一样。可我不会再心软，不能再被男人骗。我想走，可孟谦拦着不让。他用尽一切手段把我带到酒店的房间。我坐在沙发上，他半跪在我面前，开始他的表演。我真的不是故意骗你的，月月，你相信我。我和你在南城认识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你到底是谁。我只知道我的妻子和别的男人私奔了，我很难过，所以去南城见朋友，结果正好碰到你。后来我爱上你，开始追求你，直到前段时间，我才偶然得知苏月的私奔对象竟然就是你的未婚夫。他表现得很痛苦，他说他也很煎熬，不知道该怎么和说这件事，他怕我会误会，所以只能选择隐瞒。你放心，我对苏月已经没了感情，他走的时候也签好了离婚协议书，我们已经正式离婚。我爱你，我真的只爱你。他终于解释完，我却没有丝毫波动。我看着他，问道：“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离过婚？”他表情尴尬一瞬。对不起，对于这件事我感到很丢人，也很自卑，不敢和人提起，所以隐瞒了这件事。我没说相信，也没发脾气，这让孟谦心里七上八下。他很不安。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慌乱的样子，几乎看不到一点曾经运筹帷幄的稳重。我知道，现在的他没有伪装，他真的很害怕，害怕我会取消和他的婚礼，因为他还没有让我怀孕，还没有做到对蒋棠的报复。想到那个已经离开的孩子，我的心更硬了。我需要冷静一下。好，我给你时间冷静，但是月月，请你不要抛下我好吗？我和孟谦暂时分开住，本来是我要搬走，但他却让我不要动。这套房子是他送我的生日礼物，在我的名下，他说要走也是他走。我没和他争，虽然他每日依旧会发来报备信息，但我却一次也没回复。这日下班回家的路上，蒋棠拦住了我，他脸上露出了担忧。芈月，你和孟谦的事我都知道了，真的对不起连累到你。
看来是苏月和他说了。他看着我，对我说他已经回过南城，对他父母下跪道歉，也对我的父母下跪道歉。但这些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他心疼地望着我。对不起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这5年就像是乌托邦，让我暂时逃避了一切，但其实我明白，我和苏月终究不可能永远在一起。我们都不是稳定的人，所以即便5年过去，我们也依旧没有结婚。原来这段时间对蒋棠和苏月也是一种考验。他们第一次面临考验，就将他们自以为牢固的关系差点击碎。面对网络的纷扰，苏月情绪崩溃，大喊大叫的发泄，一味地问他怎么办。而且失去了苏家的财力支持，两人开始捉襟见肘，为琐事烦心。蒋棠渐渐的就开始不耐烦，他这才知道，苏月就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姑娘，需要永远有人宠着、爱着、让着。没了钱后，她依旧是之前的习惯，要吃得好、用得好，有人伺候。可蒋棠在为工作挣钱烦心，哪里有精力伺候她？于是他们开始争吵，感情也开始消磨。他们甚至会在吵架时放狠话，说他们之间也没什么爱，只是发生过关系的油丸搭子而已。说完这一切，蒋棠深情地看着我，对不起，芈月，我后悔了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想不会有比我们更适合彼此的人。我在愣了一下后，忍不住失笑，怎么会有这么厚颜无耻的人？简直可笑。他疑惑地看着我笑，等我笑够了，我擦着眼角的泪水，实在没忍住，又打了他一巴掌。我看你是需要清醒一下。他还想上来纠缠，可下一秒，孟谦和苏月同时出现。苏月大概是听到了蒋棠的话，上前和他厮打起来。你竟然还忘不了这个女人，我为你放弃了一切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此时的苏月再也没了照片中肆意的笑，有的只剩疯狂。孟谦则是将我护在身后，还不忘解释他只是偶遇苏月，并没和他约好。蒋棠一边躲避苏月，一边不敢置信地对我道：你还没和孟谦分手，他肯定不安好心，你不要被他骗了啊。孟谦将我挡在身后，看着蒋棠的脸色阴沉如水，狠厉的眼神恨不能将她撕烂。我和月月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，我们不仅不会分手，还会结婚，恩爱一辈子。他的话不仅让蒋棠愣住，连苏月也停止了扭打。你，孟谦，你真的爱上了芈月？怎么可能呢？当然，我从一开始就爱着他，我和他之间没有欺骗，你们不要妄想拆散我们。我在他身后忍不住再次冷笑。蒋棠和苏月被赶走，孟谦再次回到家中。我鲜少见到他这样死缠烂打的样子，一时间烦躁，只能由着他进来。我靠在沙发，一副很疲惫、不愿和他说话的样子。他半蹲在我身前，小心翼翼地拉过我的手。芈月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对苏月真的没有感情了。我逼他回来，也只是想要让他亲眼看着苏家覆灭。对于他的解释，我不置可否。看我没有生气，他试探地追问：我保证以后不会和苏月再见面，你能不能也不要再见蒋棠？我终于抬眸看向他，他看起来有些窘迫。你们从小青梅竹马，彼此那么了解和熟悉，我怕你会对他心软。这一下，我是真的没忍住笑了。他的意思是他在吃醋，简直可笑。他这是演戏太过投入。我定定地望着他，放心，我不会对伤害过我的人心软。孟谦脸色一僵，心虚地躲开我的视线。这几日，孟谦对我看得很严，大抵是上次苏月和蒋棠的出现，让他有了危机感，害怕被我发现他的计划。但千防万防，蒋棠还是出现在我的面前。芈月，你和孟谦分开吧，不要用伤害自己来惩罚我。他说的痛心疾首，好像多么为我着想一样。见我不为所动，他又道：孟谦根本不是你看到的那样稳重儒雅，他就是个魔鬼。蒋棠说着说着，眼底的怒火就有些收不住。从他急迫愤怒的言语中，我知道，原来孟谦出手果然狠辣。他对苏家的公司施压，逼迫苏月和蒋棠不得不回来，之后却没有收手，反倒对苏家进一步打压，让苏家几近破产。他还利用漏洞，趁着苏家手忙脚乱时给苏家下套。如今苏家已经彻底破产不说，还招惹上了官司。目前苏月和父亲都被逮捕入狱，而且苏月曾拿一堆文件让蒋棠签，说是投资的生意，能帮苏家渡过难关。那时他们感情还好，所以就签了。可如今他却因为那些文件涉及了金融大案，面临坐牢。我真是被苏月和孟谦这对恶毒夫妇害死了。他愤慨不已。
听着蒋棠对苏月等人的咒骂，我只觉得可笑。曾经为了他能够抛下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和年迈的父母逃婚，如今却在提起他时那么的面目可憎，甚至对他恨之入骨。难道是苏月绑着他让他逃婚的吗？蒋棠发泄完，上前一步，语气急促：芈月，我们都被苏月和孟谦迷惑了，他们那种挥霍奢靡的日子根本不适合我们，只有我们才是最配的。等我这边的官司掰扯清楚，我们就一起回老家吧。呵，他和苏月满世界的享受了5年，然后和我说那种挥霍不适合他。我忍不住讥讽：那5年你也没少花苏月的钱吧？我以为你至少会有一些担当。他脸色一白，瞬间破防。但他没机会再多说些什么，孟谦已经快不过来了。他将我护在身后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蒋棠，去监狱和苏月作伴吧。话音刚落，几名警察就走上前来，将一脸恐惧的蒋棠带走了。很快，我就在新闻上看到苏家涉嫌金融犯罪。孟谦说，苏月、蒋棠和苏父很可能面临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。他像是松了一口气，心情都跟着好了许多。大概是因为再也不会有人打乱他的计划了吧。还有2天就是我和孟谦的婚礼。此时的我们坐在楼下的秋千上，一群小孩子在附近打闹，他的视线逐渐温柔。芈月，再等几年，是不是我们的孩子也要这么大了？他开口时，脸上满是向往。我却总能想到那天在办公室里，他语气狠毒对堂哥说话的样子，想起他对那个孩子的算计。孟谦又说了许多对未来的畅想，许久后才察觉到我的异样。芈月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他看着担忧不已。我沉默地看着他，直到耳边响起警笛声。在周围人的诧异中，孟谦被控制起来。你们为什么抓我？我犯了什么罪？他一边试图联系律师，一边还担心我会害怕而安慰我。可警察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傻眼。孟谦，你涉嫌受贿等经济犯罪，请你和我们走一趟。孟谦愣了一下，下意识看向我。我们谁都没有说话，他就这么被带着离开。许久以后，我在看守所见到了孟谦，他看起来憔悴了许多。看到我后，他没有质问，只是沉默地看着我。我知道他已经猜到是我了。他做的那些事那么隐蔽，除了他的身边人，不会有人知道。没错，当初得知我只是他报复的工具后，我就开始着手准备。在他的茶室，我曾偶然撞到过一些奇怪的人。当时的我没多想，可跳出我对孟谦的滤镜后，我开始对此疑惑。既然要找他的漏洞，势必就要调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将茶室当成一个交易场所进行行贿。为了掌握证据，我还特意去了一趟孟家，放了一个隐蔽的录音笔。终于，我听到了想要的东西。于是我进行了举报。一片沉默中，我拿出一张孕检单，贴在隔档的窗户上。他看到后先是一怔，随后面露喜色。你怀孕了？我面无表情的又拿出一张单子。他艰难地看着上面的字。流产。孟谦猛地抬头看着我，一瞬间目眦欲裂，那样子比最初看到我时都要可怕。你竟然把孩子打了？你竟然打掉了我们的孩子！我嗤笑一声。不打掉，难道让这个你算计得来的孩子成为你羞辱我的工具？孟谦脸色瞬间一白，喃喃道：你……没错，我都知道了。我告诉了他那天在办公室门外听到的他和堂哥的对话，又告诉了他我将孩子打掉的时间。他整个人晃了一下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满脸的懊恼和悔意。他嘴里不断重复着：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他试图解释，可发现却无从开口。最后，他双手捂住脸，痛哭流涕，丝毫不顾及形象。孟谦哭到崩溃，再也没了曾经稳重的模样。他跪在地上，脸上满是泪痕，颠三倒四地说着话。他说那个时候他被恨意填满，只想报复。可苏月和蒋棠却了无音讯，让他的怒气无法发泄。最终，他找上了我，然后用5年时间将我拿下。在这期间，还不断壮大公司，最终能和苏家抗衡。我和堂哥说的都是气话，其实我早就不想报复你了，我早就已经沦陷了，我只是不敢接受。他拼命地向我解释，尤其是将苏月和蒋棠送进监狱后，我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快乐，也没有什么大仇得报的快感。我满脑子都是你，我只想着我们不久以后的婚礼，我们未来的家庭和我们的孩子。他又想到了那个孩子，忽然激动地站起来。月月，
你骗我的，你只是想惩罚我是不是？孩子根本没有打掉，对不对？他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。月月，我大概会被判5年，我会好好忏悔，向你赎罪。等我出去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们一家3口永远在一起。我看着有些魔怔的他，嗤笑出声。我们永远都不会再见了。在他的哭喊声中，我推门离开。后来，我卖掉房子，申请了国外大学的博士。再后来，我开始了环游世界之旅。多年后，我在一个徒步的朋友手机里，居然看到了孟谦。从朋友的口中，我才知道，他和孟谦是偶然遇见的，萍水相逢，很快又分开。那个时候，孟谦已经出狱，他没有继续经商，而是成为了一个流浪者。他满世界到处去，多么危险落后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迹。朋友回忆着他，他是个很颓废的人，总感觉没什么世俗的欲望。他好像在找人，找他的妻儿，似乎是他年轻时犯过错，弄丢了他们，他很后悔。我们在原始森林里露营时，大半夜他也不睡觉，看着一张照片红了眼眶，那好像是一张结婚照。我静静听着，心中毫无波澜。再次回想起曾经的那些事，我已经能够做到无波无澜。这个世界那么大，何必总拘泥于哪个男人爱不爱我？明明我可以爱的东西很多。我收起东西，对朋友道：快走吧，我们还要看极光。一说到极光，大家又兴奋起来。收拾好东西，我们朝着心中的美好前进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